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影响你未来几十年的决定：退休金到底该什么时候领？我见过太多人因为在这个签字环节匆忙决定，结果白白损失了可能几十万的收入，甚至不小心把另一半的晚年保障都给削弱了。所以今天这期内容，请你一定耐心看完，哪怕你已经领了，后面我也会告诉你一个补救的方法。我们健康永驻频道不讲虚的，只给你最实在的保命干货。我们直接说重点。为什么我反复劝大家不要一看62岁到了就急着去签字领钱？第一个硬伤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那叫做永久性打折。很多人心里有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我现在62岁领钱是少一点，但等我到了67岁，政府会自动给我涨到正常水平吧？错了，这个折扣一旦生效，就会跟着你一辈子。我们算笔账你就明白了。如果你的全额退休年龄是67岁，你62岁就去领，每个月的金额直接砍掉 30%， 这不是1年2年的事，是你往后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少拿 30%。 如果你本来能领50万，这意味着15万美金就这么蒸发掉了。而且这还带来一个更隐蔽的损失，叫做生活成本调整的缩水。政府每年会根据通货膨胀给你涨一点钱，这个叫 COLA。 但问题是，这个涨幅是按百分比算的。如果你的基数一开始就被打了7折，那么以后每年涨钱的时候，你实际增加的绝对值永远比别人少。比如今年通胀调整 3%， 别人基数2000块能涨60块，你基数只有1400块，就只能涨42块。1年2年看不出来，但10年20年累积下来，这个差距会大到吓人。时间越久，你亏得越多。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你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在无意中坑了你的配偶。如果你62岁就把自己的退休金基数锁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那么将来你去世之后，你的配偶能领到的遗属福利也是按这个打了折的基数来算的。你以为你是早点落袋为安，实际上你可能在抽走另一半晚年最重要的安全垫。这件事我必须要讲的重一点，因为我在做咨询的时候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老两口本来过得还行，一方走了之后，另一方的收入直接腰斩，生活质量一落千丈。接着我们得聊聊税务局那边的事。很多人听到一些政客在电视上喊口号，就以为退休金是免税的。千万别天真，政治口号不等于法律。在现行的税法下，你的退休金不但可能要交税，还可能因为这笔收入把你整体的税率给推高。这里有个关键概念叫做合并收入。如果你62岁还在工作，或者你同时从自己的 401k 账户里取钱，再加上你领的退休金，这几笔钱一加起来，很容易就把你推到更高的税阶。最狠的时候，你退休金的 85% 都要计入应税收入，而且这还会引发连锁反应。你的收入一高，不仅要多交税，连联邦医疗保险的保费都可能上涨。医保 B 部分和 D 部分的保费是根据你2年前的收入来定的。如果因为早领退休金导致收入看起来很高，政府就会判定你是高收入人群，要收你额外的附加费。很多人拿到账单都懵了，说我1个月就领这点钱，怎么保费贵了这么多？就是因为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把税务和医保放在一起通盘考虑。我知道很多人急着62岁领钱，是听说了2035年退休金要破产的传闻。这件事我必须负责任地跟你说清楚，这完全是媒体在贩卖焦虑。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到了2035年，信托基金最差也能支付 80% 的福利。政府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几千万老人的生活出问题，肯定会出台政策调整。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恐慌而去乱操作，为了一个不确定的传言，做出一个让自己永久损失的决定，太不划算了。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我态度非常严肃，因为这不仅仅是你每个月多几百少几百的小账，这是你和自己的寿命、和政府的规则，甚至和你家人的未来之间的一场长期博弈。我们先不谈复杂公式，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签字决定可能会让你85岁的时候，每个月少拿相当于今天1000块购买力的钱，甚至可能让你的配偶在你离开后陷入财务困境，你还会那么着急去签字吗？很多人都听过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觉得62岁能拿钱，为什么不拿？但如果我们把前面说的破产谣言拆解清楚，你就会发现，后面的所有决策都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实际情况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慌之上。
既然最大的外部恐慌因素排除了，我们就得回到自己身上来算这笔账。很多人62岁急着领钱，还有一个隐秘心理，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那个回本的年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数学题，也是对人性的考验。政府的精算师早就把账算好了，他们设计的这套系统，本质上就是让你无论早领晚领，只要活到平均寿命，从政府那里拿到的总金额是差不多的。通常我们说的盈亏平衡点大概在78到80岁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你62岁开始领，确实比等到67岁才领的人多拿了好几年的钱，但一旦你活过80岁，那些晚领的人每个月更高的金额就会在总数上反超你，而且活得越久，差距越大。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通货膨胀调整的重要性，这2年物价涨得多厉害，大家去超市买菜，去加油站加油都有体会。退休金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有生活成本调整机制，在大通胀年份里，这就是救命稻草。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数学常识，复利的威力是建立在基数上的。如果你62岁就领，基础金额就被永久性削减了 30% 左右。当每年调整的时候，你是希望涨幅加在一个2000块的基数上，还是加在一个1400块的基数上？时间拉长到20年，这个差距可能就是你能不能请得起护工，能不能用得起好药的差别。这就引出一个更沉重但也更重要的话题，关于配偶福利的设计。我在社区里常遇到这种情况，家里收入高的那一方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或者工作太累，想早点退休领钱，觉得这是自己一个人的事。错了，大错特错。在退休金体系里，高收入一方的领取时间直接决定了整个家庭在这个人离开后的收入底线。想象一下，丈夫是家里主要收入来源，他的记录比妻子高很多。如果丈夫62岁就申领了打7折的退休金，不仅自己活着时拿得少，更可怕的是，一旦他先离开，留下的妻子会面临巨大的财务悬崖。因为根据规定，一方去世后，再是配偶可以继承2人中较高的那份福利，但原本属于妻子的那份较低的福利就没了。如果丈夫当初为了早几年拿钱，把自己的福利额定格在很低的水平，那么他去世后，妻子能继承的也只有这个打了折的金额。所以各位男同胞，当你决定62岁签字时，请看看你太太的眼睛，想一想，你是不是在无意中削弱了她未来20年独自生活的保障？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责任的问题。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说，我现在身体就不好，也没想活那么久，就想现在拿钱去享受生活。这当然能理解，但我们在做决定时，往往会高估现在的需求，低估未来的医疗成本。我举2个极端例子，大家都知道摇滚巨星猫王，一辈子酗酒嗑药，生活很不健康。另一位是健身偶像理查德·西蒙斯，一辈子教人跳操，吃得健康。结果呢，这2个生活方式天差地别的人，都在76岁左右面临健康危机。这说明什么？说明寿命这件事虽然和生活方式有关，但更多时候像一张彩票，充满不确定性。你以为身体不好活不长，结果现代医学硬是把你拉到90岁。你以为身体硬朗，一场突发疾病就改变一切。既然是赌博，我们就要看赔率。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晚年最大的风险不是早逝，而是长寿。是的，你没听错，长寿是一种风险。如果你活到95岁，但积蓄85岁就花光了，而退休金又因为早领而很低，那最后10年会非常艰难。延迟领取退休金，本质上就是购买了一份长寿保险。你用前几年的等待，换来了后半辈子一个更高的、能对抗通胀的、由政府担保的现金流。这种条件，你在任何商业保险产品里都找不到。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隐蔽、更容易让中产家庭踩坑的点：税务。很多人以为退休金是政府给的福利，或者是自己年轻时交的税换来的，所以应该免税。但政治口号和联邦法律是两码事。现行税法下，退休金绝对不是一律免税的。关键就在于那个合并收入的计算方式。税务局会把你的调整后总收入、免税利息加上退休金的一半，算出一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超过某个门槛，你退休金的 85% 就要并入应税收入交税。最坑的是，这个门槛是几十年前定的，这么多年物价涨了多少，门槛却没动，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产退休家庭不知不觉就掉进了税网。如果你62岁开始领退休金，同时还在工作，
或者因为恐慌而从 401k 大量取钱，这几笔钱一叠加，很容易把你的合并收入推高，不仅导致退休金要交税，还可能把你推到更高税率档位。更糟的是，这会引发连锁反应，收入高了，医保保费要涨，这个叫 IRMAA 附加费。很多朋友拿到账单都纳闷，我一个月就领几千块，怎么医保贵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把税务和医保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当然，生活总有例外，如果你62岁真的失业了，急需这笔钱救急，或者健康状况真的很糟，医生都下了判断，那先拿钱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如果你是单身，身体不好，家族也没有长寿基因，早拿早享受也是理性选择。但我希望大家清楚，这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无奈之举，而不是随大流的盲目冲动。而且，政府的这套系统虽然严格，但也留了一丝人情味，这就是后悔药机制。如果你62岁领了退休金，结果过了几个月身体好转，或者又找到高薪工作，不需要这笔钱了，你可以在首次领取后的12个月内申请撤回，只要把你领走的每一分钱原封不动退回去，你的记录就会被重置，就像从来没领过一样，可以继续让福利增长，等到67或70岁再领。这个条款很多人都不知道，白白浪费了唯一一次修正错误的机会。当然，这要求你手头有足够的现金能还回去，如果钱已经花光了，这颗后悔药你也吃不起。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何时领取退休金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而是一道涵盖经济学、医学、心理学和家庭伦理的综合题。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不至于在办事窗口前被问得哑口无言，或者被身边不懂装懂的朋友误导，我给大家总结了10个直击灵魂的自测问题。准备填表前，请务必把这10个问题写在纸上，诚实地回答自己。第一个问题，我是真的缺这笔钱买米下锅，还是仅仅因为对市场下跌的恐惧而想落袋为安？如果是前者，生存第一，没什么好犹豫，但如果是后者，请记住，恐慌通常是投资的大忌，也是退休规划的大忌。用永久性收入打折换取暂时心理安慰，这笔买卖通常不划算。第二个问题，我的家族有没有长寿基因？父母、祖父母是不是都活到85甚至90岁？如果家族里100岁老人多，那你大概率要做好活到95岁的财务准备。这种情况下，延迟领取就是你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因为你从政府那里薅羊毛的时间会比一般人长得多。第三个问题，我是不是家庭里的高收入方？这一点我们反复强调，如果你的收入远高于配偶，你的决策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手里攥着的是2个人晚年的尊严。为了你爱的人，请务必慎重考虑延迟领取，为他留下最高的遗属保障。第4个问题，如果我选择延迟领取，我的配偶在现在年龄能不能领到配偶福利？有时候家庭领取策略可以是组合拳，比如一方早领，一方晚领，或者利用一些策略最大化家庭总收益。虽然现在政策堵死了很多漏洞，但针对不同年龄差的夫妻，依然有优化空间。第5个问题，我清不清楚自己的盈亏平衡点在哪里？不要只听我说的80岁，你要根据自己的出生年份、福利金额去按计算器算一下，看着具体数字，你会对赌注有更清晰的认知。第6个问题，这笔额外的退休金收入会如何影响我的税务阶梯？会不会因为这多出来的几万块，导致我的资本利得税税率跳档？会不会导致其他投资收益被征更高的税？税务规划必须是整体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第7个问题，我有没有充分利用62岁到70岁这几年的黄金窗口期？如果你选择延迟领取，那么这几年你的账面收入可能比较低，这正是做 Roth IRA 转换的绝佳时机。你可以利用低税率年份，把传统养老账户的钱转到免税账户里。虽然现在交点税，但把未来的税务炸弹拆了，这是高级玩家的操作。如果你早早领了退休金，把收入垫高了，这个窗口期就被你关上了。第8个问题，如果我不领退休金，我靠什么生活？是需要卖股票还是卖房子？如果这个时候恰好赶上股市大跌，为了生活费而被迫在低位抛售资产，那造成的损失可能比提前领退休金还要大，这就叫序列回报风险。所以延迟领取的前提是你手头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支撑你度过等待期。第9个问题，今天的决定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医保费用？
刚才提到的 IRMAA 附加费可能会让你每年的医保成本增加几千块，这笔账也得算进去。第10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是否对市场波动、通货膨胀和长寿风险做过全面的压力测试？如果明天股市跌 20%， 通胀涨到 5%， 我还能不能睡得着觉？这10个问题，每一个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都需要你结合自己的资产状况、健康报告和家庭结构来深思。社会的运行规则就是这样，它给你极大的自由选择权，但同时也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你个人。政府不会把最优解端到你面前，只会给你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看着你自己做决定。在这场游戏中，知识就是金钱，信息差就是你的护城河。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完可能觉得头更大了，本来以为就是签个字领钱的事，怎么变得这么复杂？但我想告诉大家，正是因为复杂，才值得我们去钻研。因为这笔钱是你辛苦工作几十年，用汗水和青春换来的，它不是政府的施舍，是你应得的权益。我们不仅要拿，还要拿得聪明，拿得理直气壮，拿得效益最大化。在过去这些年里，我见过太多人因为语言隔阂、政策误解，白白损失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福利。这不仅仅是钱的损失，更是生活质量的损失。我们辛苦打拼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老了以后能过上一份体面安稳的生活吗？所以千万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算账。哪怕你花1个月时间研究这些条款，咨询专业财务顾问，相比于未来20-30年的退休生活质量来说，这都是值得的。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触动，让你意识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盲点，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能让平台算法把这些保命干货推荐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也许你的一个转发，就能提醒身边的一位朋友，让他避免做一个后悔终身的决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抱团取暖，共享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然，退休金只是退休规划拼图中的一块，虽然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全部。关于如何规划养老账户，如何利用免税账户进行税务优化，如何在退休后合理配置资产对抗通胀，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课题。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为大家抽丝剥茧，把这些看似高深的金融术语翻译成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最后我想说，退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起点。无论你选择62岁领还是70岁领，只要是你经过深思熟虑，基于理性分析做出的决定，那就是最适合你的决定。不要被别人的焦虑裹挟，也不要盲目模仿别人的路径。你的生活应该由你自己掌控。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富足、健康、无怨无悔的晚年生活。我是陈俊明，我们健康永驻频道，下期节目再见。